現在我們每個月要花5000塊錢的房貸，像我們這種工薪階層的話，一個月只能賺4000多塊錢，然後還有小孩。我今年35歲，背負350萬的房貸。2019年一時衝動，貸款買了一套房子，像每個月月供大概要18000，關鍵這其中16000都是利息啊！到目前我已經花了3年多了，真的還不動了。这樣房貸啊，還完我差不多也要65歲了。房子已經拿到1年了，可是現在我連裝修的錢我都沒有，住都住不進去。中國房地產市場情況越來越糟糕，各地房屋銷售一直在下跌，包括廣州、深圳也開始出問題了，樓盤跌出白菜價。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中國房價暴跌的這個話題。近日，廣東中山一樓盤推出9塊9首付買精裝房的活動，引發了熱議。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表示，中山市房產中介謝平表示，推出9塊9買房促銷活动的樓盤位於中山市港口鎮，目前已經接近現樓狀態，預計這個活動會持續到今年年底。謝平說，首付9塊9，項目帶精裝交付，今年年底前交房。按30年貸款計算，3房月供在2944塊錢左右，4房月供在3782元左右。該樓盤銷售人員也證實，的確推出9塊9首付，將剩餘首付攤到月供的活動。目前還有12樓、18樓、22樓等部分樓層可供選擇。謝平介紹說，新房價格已從最高峰的3萬元每平方米以上，降至每平方米13000左右。9塊9的首付買一套精裝3房，9塊9，你現在連龍江豬腳飯你都吃不到，但是你可以在這個小區1字樓的一個南向現樓精裝的3房可以拿下。走，我們看一下戶型怎麼樣？首付9塊9拿下一套3房帶精裝，而且是現樓啊。這個戶型是89平米，做了3房2廳2衛。然後這邊是我們的一個廚房，外面生活陽台是进行了打通，整體的格局呢看起來是很舒服的，傳統的一個直廳設計。根據了解，9塊9買房的活動主要針對的是89到107平米的戶型，總價69萬元起，月供最低不到3000塊。那麼也就是說，購一套89平方米的房屋，一年需要支付至少3萬5的房貸。对此，微博大 V 天狼50櫃姐表示，這不就是拍賣債權套路嗎？1塊錢買個公司的背後是幾千萬的負債，換個人背債而已。對，這也叫化債。還有網友直言，中山工資就3000塊，月供完後和西北風呀。大家可能覺得首付9塊9買精裝房已經很奇葩了，然而呢，有人甚至想把房子免費送人。廣州已經離譜到要免費送房了嗎？前幾天有一個業主直接公開送房，他已經還了3年的貸款，只要有人願意接手月供，那這套房就白送給他。乍一看還以為能撿漏，結果這裡的坑深着了。當初他買這套房的時候是200萬，其中貸款160萬。因為近幾年樓市下行，這間房市場價直接暴跌接近1半，所以房子賣了還不夠還貸款，這才是這位業主急着送房的原因。其實呢，這幾年白送房的新聞越來越多，他們大多都是在前幾年價格高的時候買的房，現在房價下跌，由於失業等原因還不上房貸，所以四處找人接盤。有誰願意替我還房貸，我就把房子送給他。沒錯，你沒有聽錯，因為就在昨天呢，我斷供了。我沒有想過要給大家傳遞負能量，但是這件事情它確實發生在我身上了。去年我掏空了我父母30年的積蓄，在昆明這邊買了一套大平層，總價是255萬，我首付了70萬，貸款了175萬。當時開盤的時候特別搶手，為了買一個好樓層，我還到處找關係，只為了買上滿意的房子。可是就在上個星期，我無意間走到了售楼部那邊，我才知道這套房子市場價竟然不到200万了，而且還能送一個車位。最可恨的是什麼？最可恨的是我之前買的那套房子，利率是5.8%，现在變成了3.95%，利息都差了70-80萬，1年多的時間我賠了差不多150萬。我不曉得那150萬對於你們而言意味着什麼，但是對於我來說，就像天塌了一樣。當時那70萬的首付都是我爸我媽辛辛苦苦攢了大半輩子的積蓄，現在身邊的朋友也在安慰我說房價還有可能会回漲回来。我就想問問大家，你們覺得有這個可能嗎？現在免費送房的事情大陸各地都有，
網友譚哥身邊也有這種事情發生。昨天就有位粉絲朋友聯繫到譚哥吐槽，因為他還不起房貸，他有一套房子，想找個人把他送出去。他21年在南京馬泉花港幸福城買的房子，從150萬跌到了現在的90萬，他實在是撐不下去了。房子是88平的3房，總價是150多萬，首付付了50萬，貸款了100萬，每個月的月供是9000多塊錢，3年多的時間，總共還了25萬。現在最尷尬的就是這套房子，他賣出去也就只值90多萬。如果把房子賣掉，不僅僅50多萬的首付和25萬的月供全部砸進去了，而且要倒欠銀行15萬多。譚哥說，這位朋友只想及時止損，於是選擇斷供，銀行就把他告上法庭。法庭判決下來以後，他萬萬沒想到的是，他還要去承擔高達10萬塊錢的各種費用，包括罰息5萬多塊錢，案件收留費1萬多塊錢，保全費有5000多塊錢，銀行律師費大概有3萬多塊錢。同時，他還上了失信的黑名單。這位朋友說，為了這套房子，他掏空了父母3代人所有的積蓄，現在卻落得如此下場。在過去的1年，廣州房價一直在下跌，最高跌幅是65%，最低跌幅是15%。天湖公園跌得最少，那裡的房子本來價格也不高，跌了大概15%到30%。珠江新城市跌了23%到30%。郊區的房子基本上跌回到了2015年、2016年的價格，普遍跌了30%到65%。近日，廣州黃埔玉珠港某樓盤促銷視頻熱傳，該房源處於核心地段，精裝修，原價每平方米2萬塊錢，現在每平5500，屬於3折拋售。其中1房1廳售價19萬8，2房1廳39萬6。廣州天河區也傳出3折拋售樓盤的消息，小戶型售價低至21.8萬元。就在此之前，廣州番禺南村某樓盤也是3折拋售，2房1廳的房子僅售23萬元。網民紛紛感嘆廣州房價崩盤。中國各地的房地產價格都在持續下跌，大陸民眾資產大約有75%是他們的房子。如果樓價跌了40%的話，中國有1半人現在是負資產，尤其是2018年以後買房子的這批人，他們賠得最慘。多地居民在社交媒體上訴苦，因事業生活困難，無奈賣房，但房價暴跌，造成虧損嚴重，變成竹籃打水一場空。這位博主與老公在2017年以200萬買下一套房子，現在因為老公失業，家裡經濟緊張，他們夫妻就想以100萬的價格把房子賣掉，結果卻出乎意外。本來200萬的房子，我們是首付了70萬，貸款了130萬，一個月的房貸大概在7000左右。因為我老公失業了，我呢自己的店也關門了，經歷了3年的口罩吧。我本來是賣饸饹麵的，開了個飯館，累不說，經歷了3年口罩的原因，真是折騰的不行。現在我們實在沒辦法了，打算把房子賣掉。現在配套越來越完善了，反倒是房價跌了一半。我們當時買的價格是1萬4，現在的房價基本上在7000左右，攔腰折斷。買的142平的房子，現在也就值100萬。這位博主說，早上中介給他打電話說有一個準客戶要去看房，他高高興興的去見了客戶，結果客戶對房子挑出各種毛病，最後說了一句，如果房子賣50萬，我可以考慮。聽到這個價格，這位博主氣得夠嗆，後來他和中介說不賣房子了。他感嘆道，現在看房的人還以為在菜市場買菜都是對半砍，實在是太過分了。網友學媽也在考慮要不要賣房。老公被裁員了，我們決定把房子賣了。這套房子是2016年買的2手房，每月房貸2000，貸款30年。我們結婚的時候花了10萬左右裝修了一下，有了孩子後我們就一直租房住了。那套房子去年本來打算要賣的，在中介那裡掛了幾個月，剛好是房子大幅度下跌的時期，看房的人也有，但給的價錢太低，最後只能選擇放棄。現在交着房租，還着房貸，交着雙重物業費。當時想着把那套房子賣掉，最好能換套稍微大點好點的。有了孩
孩子後東西越來越多，而且那套房子的戶型也不是很好，面積也小，結果房價下跌也就擱置了。我們一家3口現在租房住，靠老公1個月5000的工資養活，房貸、房租、一家人的開銷，還有幾十萬的外債，壓力大的實在喘不過氣來。現在公司突然又要裁員，所以我們商量，如果他真的被裁員，一時半會兒也找不到工作，那就只能先把房子賣了，減輕點壓力吧。我老公這2天也跟中介打聽了一下，現在房子處於低谷期，不好賣，不剛需的情況下沒人會買房，而且現在要賣的話至少虧30萬，普通人1年不吃不喝都掙不到30萬，聽了心裡挺不是滋味的。不知道這個時候賣房到底是不是個正確的選擇呢？知道嗎？我昨天在網上看到一個網友發的事，太扎心了。這個人呢，在19年，他花了600多萬在廈門圓灣買了一套房子，他光是首付就付了100多萬呢，然後他每個月還要還將近2萬的房貸。那為了還這個房貸，他真的是當牛做馬的努力賺錢，平時也省吃儉用的，這個捨不得花，那個捨不得買。結果啊，今年倒霉，他失業了，房貸還不起了，那他沒辦法嘛，就想說把房子賣了。結果他一打聽，同小區同戶型的房子現在就賣400多萬，那他一賣呢，差不多剛剛夠還這個貸款。你說說，這可不就是等於說這10幾年他都白幹了嘛？那他呢，他也都40多歲了，找工作也難。斷供的人越來越多了，銀行也着急了。兄弟們，銀行現在慌得一批呀，知道為什麼嗎？斷供的人越來越多，法拍房推成山了。以前誰要是敢斷供個3個月，分分鐘法院傳票傳到家了。但是現在呢，銀行會給你打電話商量，求着你說能還一點是一點。更離譜的是，有一些銀行都開始直接拒收斷供房了。為啥？因為手裡的法拍房太多了，根本就賣不動。今年第1季度全國法拍房就突破了10萬套，比去年暴增了192%，但是成交率呢14%都達不到。這個說明了啥？3個月的時間，整整60萬的家庭選擇了斷供。現在銀行急得就像是熱鍋上的螞蟻，準備開始推出各種花樣，延期還款，先息後本，就是不想把房子砸在手裡。但是這個就像是一個定時炸彈，逾期率天天在往上漲，銀行坐不住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